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楚门，欢迎收看楚门看世界。今天呢，我们来聊两个话题，一个呢是美联储降息，一个呢就是美联储跟咱们的爆料革命有什么关系。美联储最近有官员说它可能会降息，那么美联储降息，如果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17年郭文贵先生没有出来爆料之前呢，它可能对中共是个好事儿，但是放在现在对中共来说的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对灭共来说，它是一个好事儿。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降息。降息说简单点就是银行它利用这个存款以及贷款的利率进行调整，来改变整个市场上资金流动的方向。比如说，银行通过降息之后，这个存款的利息就降低了，大家觉得存到银行没有什么意思，就会把钱拿出来去投资。那么贷款的利息降低之后呢，这个企业主他就更愿意去贷款做生意。总的来说呢，就是银行的钱就会大量的涌入到市场中。说简单点，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土豪，突然呢说把高利贷利息降一半，这样就导致人们愿意去那儿贷更多的钱，去那儿消费买更多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让整个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目前除了要应对中国的贸易战，川普总统呢还要应对墨西哥的进口商品要加征关税的事情，而且呢还要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美国国内的矛盾也是非常多。整体来说呢，这个美联储降息它可以缓冲中美的贸易战对美国人民的影响，不至于对中共全面开战之后导致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样也有利于川普总统保住他的选票。对灭共来说的话是有利的，因为美元降息会导致市面上有更多的美元，增加了更多的投资，也就会带动更多就业。美元相对人民币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贬值了，对人民币来说，相对美元就是升值。加上现在大量的企业从中国撤资，人民币升值之后，虽然说中国的企业花同样的钱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但是升值就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升高，美国的企业呢就不愿意从中国进口商品，这对中共的外汇储备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中共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靠卖东西给别的国家，然后赚美元。美联储的这个措施呢，它是给全球的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美联储跟咱们的郭文贵先生呢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咱们的爆料革命，你会发现美国这一系列的计划中，你都能看到郭文贵先生的身影。在2018年10月9号的时候，郭文贵先生直播就说到了美联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为什么？战友们，我告诉你个事实，彭斯演讲完以后，中国整个傻眼了 ，CCP 全傻眼了。因为在这之前，共产党深信自己的情报系统在美国的蓝金黄整个力量非常自信，说这件事儿根本不可能发生，也更不可能发生的哈德逊，也不可能是10月4号郭文贵被 block 掉的1周年，不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所有战友们，我看了推特上社交媒体发言，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伪类们、民运们、这帮骗子们、募捐们、这些王八蛋们，天天在这美国打着民主民的幌子们，他没说清楚一点重点，就是彭斯这个演讲要想发生，他有3个绝对性条件，这是连美国人绝大都不相信发生。第一个，他必须财政部、五角大楼国防部还有最重要的，他是这个美联储8个部门都得同意，他要不同意，一个不同意，他也不可能发生。第二个，国会参议院，你说不给他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发生。核心条件，众议院、参议院。第3个核心条件，任何美国人，你问问美国人，你问问美国的所有的人，如果白宫内所有的他的内阁幕僚如果反对，很难发生。就他的核心的安全顾问，共产党 CCP 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人全都 say yes， 全通过了。当时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演讲批评了中共没有人权，郭文贵先生就说了，这次演讲是经过了财政部、五角大楼还有美联储等等8个部门一起同意的。如果说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也就是说，反共它绝对不是川普政府的事情，
而是每一个美国重要的部门以及美国人的事情。就连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的美联储都参与了反共，这足以说明什么？足以说明美国反共的决心呐。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郭文贵先生在直播中也再一次提到了这个美联储。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我说你们要把今天的中国所有的事都归咎于习近平，这对他对事实都是不公平的啊。我第二个，你认为这个熊猫换成习近平了，那请你往前看一看，在美国曼哈顿买房子最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在美国上市公司里边，将近400家公司里边骗你们钱最多的是什么时间？中国2001年到2018年和2012年，中国的货币印刷最多是哪一年？我说刚才有一位老人家问我，我说你是美联储的前高官，你问我什么叫 CCPB 啊？我说就是 China 啊，Central Government Printer 啊 Currency Printer， 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印钞就叫 CCPB。他跟美联储的高官呢见了一面，讲述了中共通过印钱扩张一带一路的计划。这位高官彻底警醒啊，是彻底警醒了。之前呢是没人跟他们说过的。在2019年3月29号，郭文贵先生浴火重生的直播中说到了当下危机委员会，它最核心的成员就是美联储。那我们看一下郭文贵先生是怎么说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记住，当委会里面最核心的2个委员会，那才是核心。第一个叫执行委员会，你永远不会知道执行委员会是谁；第二个叫秘密委员会，你永远不知道秘密委员会是谁。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关农先生在秘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人面前，他都是毕恭毕敬。这2个委员会里面最核心的它的价值，就是他们是世界上经济的最主要的拥有者和决策者，包括了美联储，包括了世界的金融机构，也曾经是西方金融体系布雷森系统当时创立和建立的共同创始人，所以他们有经济控制权。这些人是不会让大家知道名字的，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当映会根本没价值，他没钱。现在据我所知，这些人还没最终表态。美联储这个词在郭文贵先生的爆料革命中多次出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郭文贵先生对打击中共这个认知是非常的到位的，就是只有断了中共的钱袋子，才能让中共彻底灭亡。从侧面也反映出美联储正在跟郭文贵先生进行紧密的合作，这也是郭文贵先生所说的组合拳。在没有郭文贵先生出来之前呢，美国是没有机会认识到中共的，也没有办法进行全面的反共。美国降息对于中国股市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个事儿放在之前确实是好的，美联储降息，就人民币跟美元的息差就会变小，就会导致呢市场上的游资不断的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话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说的话可以起到拉升的作用。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了，现在是中美贸易战，而且呢有了咱们的郭文贵先生，这个美国内部就开始反共，大量的外资企业呢也开始从中共那里出逃，这也就导致这次降息会给国内的市场带来一点点的利好消息，但是呢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个资本市场的核心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如果说投资者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那么这个国家的股市是不会持续下去的。而最近呢，中共又开始作死，要以地方债务为依据发行货币。人民币为什么要切换货币锚？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货币锚是什么东西呢？货币锚就是发行货币的依据。比如说人民币目前呢就是以美元作为锚发行货币，锚就是固定整个船作用的一个东西。那么人民币切换货币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不足，满足不了整个盗国贼家族一统江湖的梦想。第二个呢，就是想另起炉灶，不想受到美元的约束，外加呢要稳定整个市场上缺钱的这个情绪。第三呢，就是想通过地方债务作为依据发行货币，避免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共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往死亡的路上狂奔。美国它之所以能够以美债作为货币锚，是因为美国的信誉。发达国家为什么可以选择国债作为抵押物发行基础货币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政府的信用比较好。民主制度让整个政府的货币政策必须在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下面进行讨论，这反过来呢也催生了以国债为基础的货币信用体系。有足够的信用，这个政府就可以以国债作为锚发行货币。这基本上就是发达国家通用的准则。目前呢，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的政府信用不足，他们都选择用外汇储备作为抵押物发行自己的货币。2/3的国家选择用美元，1/3的国家选择用欧元。美国的强大是因为它的经济支撑，经济又是由很多企业作为支撑。说到底呢，美国的企业是很强大的。反观中共，哪里有什么强大的企业呢？接下来美国对中共的企业进行全面制裁的时候，中共的经济差不多就是要全面停止了。那么中共以债务作为背书发行货币，这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人民币为什么不能以国债为锚？刚才我们说了，发达国家以国债为锚是因为他们的信誉好，人民币不能以国债为锚，就是因为政府信誉不好。在2018年6月1号的时候，中共的央行发布了一个消息，说人民币发行不再依靠美元。这是中共的央行第一次对无锚印刷的公开承认。其实呢，中国政府早就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无锚印刷了，只是呢，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呢也生怕让你知道。中国过去的印钞呢，全部都是以美元作为储备，确定基础货币，也就是 M2， 你就当做是现金吧。M2 的供应量确定好之后再发行货币。比如说汇率是6，你有1美元，你可以印6元人民币。如果说你有100美元，你可以印600人民币。如果说后来你手中的美元用掉了，只剩下50美元，那么呢你必须收回市场上300人民币，否则呢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就是以美元作为锚来印钞。国际上货币结算多数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比如说你到海外去买货物，别人是不会接受人民币的，这中间必须有一个兑换的过程，这就是货币结算。美元是国际上通用的结算中介，所以呢，因为大家都需要美元作为储备来印钱，这说白了呢，就是全世界都是建立在一个信任美国的基础上建立的货币体系。如果说中共全面的换锚，也就是以地方债务为依据发行货币的话，你觉得国际上会有人承认吗？谁会相信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府呢？所以综上所述，美联储降息对灭共是有利的，中共货币换锚对中共也是致命的。当然了，这也会殃及到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中共绑架了14亿人民，这个灾难一定会发生。所以在了解现阶段国际形势的人，要做好囤美元的准备，或者是其他保值货币，或者是黄金。战友们，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搞明白，我们现在翻墙出来不是看客，而是在革命，是在跟中共战斗。现在我们跟着郭文贵先生，每天接触着全世界最新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你再去想换美元，那就来不及了。就像王健、郭先生出来爆料之后就已经预言王健将会被杀死，但是呢，王健反应迟钝，最后还是没有逃脱王岐山的魔爪。所以这样的事情，郭先生已经预言一次又一次，大家不要再等着被宰割。所以现在有能力、有条件，而且出来观看节目的人，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感谢各位战友的收看，为大家一起祈福，谢谢。